Great Chessboard 大棋盘论里面的，那伊朗就是第一个倒下的棋子。这样一个亲美国的政权，就是因为不能够满足美国的期待，就这样被美国放弃，就是造成今天在美国在整个中东的困局。现在沙烏地跟美国几乎已经不来往了哈。如果伊朗持续由巴勒维这样一个亲西方的开明领袖所控制的话，我们几乎可以说后来的中东战争要发生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大。原因就只是因为它已经不再是适合美国整个大战略支点的控制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巴勒维王朝统治之下，伊朗曾经是整个中东地区西化的一个典范国家。到了70年代中晚，嫌它的改革太过缓慢，一举就把巴勒维王朝推翻了哈。他们认为这个专制的国王被推翻，他们自由主义的思想才能得到伸张，但结果是非常保守专制科梅尼政权，最后反而把这些主张西化不是赶走就是杀害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大家了解到，其实大棋盘之所以能成，有一些历史背景啊。因为当年呢，作为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呢，伊朗啊，也就是波斯啊，就是大棋盘的第三角。我们知道中二是一角哈，第三角呢，伊朗是第一个率先被放弃的哈。所以这就要回到这个我们刚才今天想来聊的这个历史啊。每当美国的这个遇到外交巨大的困境的时候，顺利的转进，好，怎么样的转进呢？透过呢跟大国之间的权力上的博弈啊，然后或者说呢权益上的呢这个谈判啊跟妥协啊，果断的放弃所谓的代理人啊，让自己无损而退哦。这里面最有名的其中一个例子啊，我们刚才讲到，这样的需要提到了所谓大三角的这个概念，好的 Great Chessboard 大棋盘论里面的。那伊朗就是第一个倒下的棋子。我们来谈一谈巴勒维王朝的故事，它怎么被放弃的呢？好，今天我们的印象中，伊朗就是一个极端伊斯兰基本教义派原教旨主义的这样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宗教统治的。但是大家一般不太晓，1950到70年代，所谓的巴勒维家族的统治之下，后来这个第二代的巴勒维这个少东就这个正式成为这新的伊朗国王嘛，就是历史上巴勒维王朝。在巴勒维家族、巴勒维王朝统治之下，伊朗曾经是整个中东地区西方化的或者说西化的一个典范国家哈。我们可以看这个他巴勒维国王跟王后啊，他王后叫法拉赫啊。那第二代的巴勒维国王叫做穆罕默德理查巴勒维啊。你这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中东国家的国王吗？根本看不出来，这根本一副就是欧洲行头。对，这对夫妇还来台北访问过，1960年代的时候，当时还见到当时的那个蒋介石总统所以他就是妥妥的美国的一个重要的盟国。我们知道波斯是文明古国那波斯的战略地位也非常重要，它北从高加索山，南到波斯湾嘛，刚好在整个欧亚大陆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地带波斯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恢复了它的一个独立的地位，那它的国内就面对到一个，对吧？你可以说三重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首先第一个西化问题我们就是先抛开政治派系，我们全面讲它整个社会的状况。西化问题，当时有许多伊朗的新的知识分子到欧美留学的或长期流亡在海外，他们就认为伊朗必须要走西方文化的这样一个道路，走西方的政治体制跟社会改革，就是男女平等啦、教育普及啦、市场经济啦、言论自由啦等等这些。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原教旨主义就是伊朗它本身有伊斯兰教尤其是什叶派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它本身在国内这样的一个什叶派这个原教义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声浪也是非常的大领袖就是我们大家知道非常有名的跟科梅尼先生另外还当然这个巴勒王朝一开始的时候，它采用的方法就是要往西方文化的方向去改革但是巴勒王朝巴勒维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代这巴勒维理查巴勒维他也透过各种的方法这个操控这个民粹主义最后透过所谓的投票的方式让他重新成为皇帝。这件事情也让伊朗的国内的自由主义分子对他不满。这个大概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的时候，伊朗跟美国的合作到达最高峰。我告诉各位你会很难想象，曾经在美国海外最大的基地在哪里？就是驻守人数最多的基地在哪里？我告诉各位，在伊朗各位知道吗？当时在伊朗最多的时候，美国人超过10万人，就工程人员、军人，再加上他们的眷属，超过10万人，就在德黑兰非常庞大的美国社区就在伊朗境内。
然后伊朗也派遣大量留学生到美国去读书哈，所以伊朗曾经是整个伊斯兰世界当中西化的典范。巴勒维王朝哈，早期的时候是得到一些自由主义分子的支持，但是到了70年代中晚，受西方影响的自由主义者这个伊朗的这个人民开始对巴勒维开始不满，嫌他的改革太过缓慢，认为说他只开放部分的选举，他并没有真正的走向西方的道路，所以导致自由派开始对巴勒维不满。那原先他们的改革就得罪了原教旨主义者嘛，这两相激荡之下，竟然让原教旨主义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科梅尼，竟然就跟伊朗的国内的自由派竟然怎样合作，就发动了所谓的革命，在1979年一举就把巴勒维王朝在中东的西化模范国家、模范领导人就这样推翻了哈。美国读书的伊朗人竟然在校园里面载歌载舞哈，非常的开心，这个国王被推翻，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专制的国王被推翻，他们自由主义的思想或者说自由主义的理想才能得到伸张，但结果是上来的是一个非常保守专制啊，完全这个如果以西化的角度来讲，完全开倒车的科梅尼政权，最后反而把这些所谓的西化、主张西化、主张走西方路线的伊朗人，不是赶走就是杀害了这个悲剧。那这个巴勒维王朝被推翻，就是它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巴勒维王朝是很希望美国方面给予支持的，对，就没有想到。这个曾经是巴勒维很重要的这个盟友的美国，竟然在巴勒维的王朝发生各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时候，竟然采取4个字叫袖手旁观。为什么？对，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也对巴勒维不满因为美国认为巴勒维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伊朗，所以是简单说就是没有利用价值了。对，没有利用价值了，那就是他不能再满足美国要他当一个代理人这样的一个条件跟需求。放任这巴勒维王朝就这样眼睁睁被推翻，就不久之后，美国又发生美国伊朗大使馆人质事件嘛，这是非常有名的哈。就美国营救人质还失败，搞得灰头土脸，让民主党卡特政府声望也一落千丈嘛。这个伊朗最后的革命造成巴勒维王朝被推翻这件事情，可以说是美国在战后在整个中东地区最大的一次挫败。如果伊朗持续由巴勒维这样一个亲西方的开明领袖所控制的话，我们几乎可以说后来的中东战争要发生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大，整个中东的战略天平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这样一个亲美国的政权，就是因为不能够满足美国的期待，就这样被美国放弃了。这又是美国在战后很著名的一个案例。这个是巴勒维国王跟谁呢？卡特总统。卡特总统决定要放弃伊朗的卡特总统，而且没有多久就这张照片之后没有多久，巴勒维就被推翻。你仔细看当中的扮相巴勒维国王是刻意跟卡特总统做出这个搭配的，呈现说美伊关系有多好当时霍梅尼就或者叫科梅尼当时他的声望已经达到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程度对，没错，到处都是举着霍梅尼牌子的。当时伊朗人称他叫第2先知嘛，是仅次于穆罕默德，什叶派地步了。对，因为他本来在什叶派的地位非常高啦，他是什叶派的大阿亚图拉嘛。那等于是什叶派的大领袖嘛，所以伊朗作为一个什叶派的国家，那他对于这种什叶派，他相对来说他是不太能接受激进的西化，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今天伊朗人把自己装扮成西方人，甚至跟美国总统搭配一样的服装，打着一样的啾啾 ，so and what， 说推翻被推翻，那是没错，原因就只是因为它已经不再是适合美国对于整个大战略支点的控制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 Great Chessboard 嘛，大棋盘理论，红色方框就是大棋盘嘛，所以这个伊朗崩塌之后，你看美国花了多少力气，开始去找沙烏地阿拉伯、找土耳其这个当然它本来就有在建立关系，但是变得更重要，现在更进一步要找印度嘛，那反而呢把这个中俄伊完成的，就是刚才徐阳说的 Great Chessboard。那现在最好笑是什么？各位，沙烏地阿拉伯现在也不倒向美国了，也不倒向美国。对啊，没错。自从颜色革命之后，沙烏地阿拉伯非常痛恨美国。我们可以这样讲。其实沙烏地阿拉伯会走向反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个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说放弃就放弃。其实穆巴拉克又是另外一个被美国所放弃的例子。穆巴拉克几乎就是巴勒维的翻版我们可以这样讲。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研究中东地缘政治的人都知道，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跟埃及号称美国在中东的安全铁三角。就现在这三角中有2角都坍塌了，我们可以这样讲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反映到美国整个它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它的一种贪婪跟短视。最后的结果就是造成今天在美国在整个中东的困局。那土耳其完全不听话嘛，然后沙烏地阿拉伯根本已经跟美国的关系是，当然他们还是有军事上的关联性，但是根本跟过去是完全无法同日而语了，完全不等于说沙烏地阿拉伯像被放出笼的鸟一样，它就自己飞了。我们看一件事就知道嘛，沙烏地阿拉伯它所使用的武器水平跟以色列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以色列有什么，沙烏地就有什么。所以两国本来在美国心目中的地位是几乎是相等，现在沙烏地跟美国几乎已经不来往了已经到了冰冻期这样一个情况，这是实在是非常大的差别。